无论你在过去的4、5年到底有没有赚到钱，过得好不好无所谓了，因为今年的9月16号，也就是不到1个月，我们所有人都要再一次的站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十字路口，就是无论你是巴菲特还是扫地的，我们都要再做一次选择，我们都要重新的选择一次自己手上的钱放在什么地方。因为只要美联储在那天宣布了降息，代表的不仅仅是美国从过去的高利息抽水变成低利息的放水那么简单了，更重要的是代表了过去所有的投资逻辑将会完全的反过来。这几年涨得最多的资产都会让位，让给那些过去无数人看不上的资产。这些资产如果你觉得过去卖10万已经很贵了，但其实就最近的1个月它已经变成了20万，而1年以后呢，就算卖给你500万，你却反而会觉得很便宜，因为它还有可能涨到1000万甚至1亿。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一直以来我跟大家说，美联储降不降息根本不是看什么通胀率还有什么失业率的，他看的呢是美债能不能卖得出去。就好像去年，只要他一把这个利息降下去呢，大家就不愿意借钱给美国了，美债跟美元呢就暴跌，卖不出去了，所以美联储呢就不敢再降息了。那当时有的人呢就会觉得我讲的这些是阴谋论，那我很理解，因为有的人就只会相信官方公开讲的东西嘛，所以没关系了。但是直到最近呢，我自己也傻眼了，美联储一直以来不降息的原因，它不就是说因为通胀太厉害吗？所以呢，就是说只有当这个通胀压低到2%，他们才会愿意去降息，对吧？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在通胀呢是2.7%啊，而且美国还搞了个关税，这2.7%的通胀呢，也只是数据上的通胀，你去超市买东西的通胀呢，是数据看不到的啊。然后美联储的老大呢，就突然走了出来，官方的公开讲，虽然赶走了很多抢走美国人工作的非法移民，但是美国呢去领取失业金的人呢是并没有减少的，所以虽然通胀还是很高，但他们呢也可能要降息了。那这代表什么呢？是不是就代表了美联储已经允许了降息之后的后果呢？也就是就算美国以后的通胀越来越高了也无所谓了呢？还有才公布了非农就业数据是造假的，然后美联储就说可能要去降息了，那是不是就代表了其实真实的美国失业情况已经严重到不降息不行了呢？是不是就代表了美联储公开承认了美国将会有很多人失业赚不到钱，但他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这个物价却变得越来越贵，也就是我之前讲的滞胀的时代将会来临了呢？最重要的是美联储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降息之后解决美元跟美债暴跌的方法呢？还是说他已经默许了美元跟美债卖不出去暴跌的后果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年一直说美元对全世界汇率都是在暴跌贬值的，但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的话，美元唯独是对这个人民币是暴涨的，是升值的，为什么呢？还有美联储才刚宣布可能要去降息，这大陆跟香港的资产却直接暴涨了，为什么呢？如果9月之后呢，你赚到的钱只要多停在你的钱包1秒呢，就会因为全球大通胀而大贬值了。但如果你把这个钱花出去了，然后就没了，就很难赚回来了，那你怎么选呢？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场局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再进一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如果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时光倒流到1972年，你提前知道当时有什么资产将会暴涨，那么你是不是只要提前买入这些暴涨的资产，然后你的命运、阶级还有财富就可以因此而改变了呢？那这不太可能嘛，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改变历史嘛。但如果我告诉你，现在发生的一切跟1972年非常的相似，甚至说是一模一样都不为过的话，那么你是不是也可以在现在这一刻买入跟当年一样会暴涨的资产，然后你也可以改变你现在的命运、阶级还有财富呢？那么1972年跟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相似的事呢？你会发现当时也是共和党掌握的政府呢，也是跟现在一样嘛，在逼着美联储降息放水，
也是跟现在一样，计划准备飞过去中国。那这些可能是巧合，所以真正的重点呢，是在1972年之后，这美联储呢还真的降息放水了，而结果就是美元一年暴跌了 18%， 通胀直接恶性暴涨了 12.3%， 而失业率也暴涨到 9%。 美股呢当时呢是先短涨后长跌的，2年的时间暴跌了 44%， 就是经济滞胀了嘛，那恶不恶心呢？那么现在呢，就是刚才说的，美联储现在也松口了，非常大的概率在9月份降息放水了。他不再管美国的通胀会不会继续的暴涨了，也不再管美元会不会继续下跌了，就告诉你现在真实的失业率呢，可能比之前造假的数据更严重。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合理的去推断，美联储如果9月真的降息之后，结果就会跟1972年的滞胀一样呢？而其实当时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美元跟黄金脱钩了，你拿着美元呢，就不能去美联储换回黄金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场货币的革命，让美元去取代黄金，成为世界用来交易的货币。而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现在的美国是不是也一样，让美元跟美债慢慢的脱钩，然后开始跟稳定币挂钩，让稳定币慢慢的取代美元了呢？最重要的是，现在美联储亲口承认，降息不降息已经不看通胀数据了，失业的情况严不严重呢？看数据呢也没用了，要灵活的去判断。也就是说，现在降不降息还真的连一个官方的标准都没有了。所以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降息和升息的真相是什么呢？很简单，一直以来美国都把利息降到接近于零了，所以全世界的国家跟企业就会跑去美国借美元来花。因为在美国借美元的利息呢，很多都是比自己国家借钱还便宜的，而且美元的汇率呢，在08年之后都是很稳定的，不怎么贬值的。我拿着美元呢，又可以随时在全世界买，所以全世界就会在美国借钱，然后拿回自己家去花，去投资，比如说去弄个铁路啊，盖房子，建个工厂之类的。所以比如我20年疫情的时候，我借了10亿美元去欧洲盖了几栋房子，一年的利息呢才还了1-2千万美元，但是我的房子还没有盖好，还没有卖出去，而且我借的这10亿呢快到期了，我准备要还钱的时候呢，美国就开始收网了。在22年的时候呢，美国直接把利息从接近于0呢提升到 5%， 也就是翻了5倍，美元呢也涨了 20%。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现在要还钱给美国，美元升值了 20%， 也就是说我不但要还10亿，还有2年几千万的利息，而且当我把欧元换回美元的时候呢，因为美元升值了 20% 嘛，相当于我还要再多还2亿美元。最重要的是，我的这些房子还没有盖好，还没有赚钱，那我怎么有钱去还呢？所以就只剩下2条路，第一呢，就是只能贱卖资产跟股份给美国的资本家，然后套现来还债。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不想要贱卖，那我之前抵押的资产就会转移到美国资本家的手上，那这就是剪羊毛了。美国资本家降息去吸引你借钱，你借完钱之后呢，他就升息，推高美元和利息，等你还不起钱了，然后就只能贱卖你的资产，最后美国的资本家就拿着升值的美元去抄底你贱卖的资产。而就算你真的有钱能还得起债给美国了，但你国家手上却不够钱给你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很多国家他们的外汇储备是很少的，就是很多国家手上是没有美元的。那么当美国升息了之后呢，就会吸引到很多人把自己手上的钱都换成美元，然后存到美国去赚高利息，很快呢就会把一个国家手上的美元都换空了。那么当这些企业想要跟国家去换美元给美国还钱的时候呢，你这个国家手上就已经没有美元了，这样你也同样没有办法还钱给美国的，你这个公司的资产也要转移给美国的资本家了。最重要的是，当一个国家没有外汇储备的时候呢，美国的一些资本家就会疯狂的做空这个国家的货币汇率，当这个国家的货币再进一步贬值的时候呢，他们就需要更多的美元去还钱了。也就是当你国家越没钱的时候呢，美国的资本就会让你花更多的钱，而当你撑不住的时候呢，你这个国家就会发生金融危机，最后就没有最后了，就什么东西都做不了了，打开国门让美国资本家随便挑，随便买你国家贱卖资产。97年泰国手上的美元呢，只够撑3天了，
然后索罗斯一路就把泰铢砸下来，直接暴跌了 50% 啊，最后只能把泰国的银行跟港口之类的资产贱卖给美国资本家。08年阿根廷破产了，这政府呢就欠了1000多亿美元的外债，只能把自己家的石油公司卖给美国资本。18年的土耳其也一样，只能开放自己国家的市场，让美国的资本家经常抄底。那这一招升息、降息、剪羊毛呢，每一次的玩法都一样了，但每一次这个羊毛又会长出来被剪。但是问题就来了，20年美国把利息降到0去放水，吸引了全世界无数人去借钱，然后22年的时候呢，就疯狂升息抽水，就是这 4-5% 的利息呢，到现在都已经维持了3年了。美国对欧元之前呢都暴涨了 20% 以上了，就是一样降息然后升息的套路，但现在却好像没有几个国家崩盘了。为什么？美国的智库经过追踪跟研究呢，发现了全世界除了美国跟日本之外，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美元债主，叫做中国。就是在美国升息的那段时间呢，全世界很多本来该还不上钱破产的国家，都从中国手上借了美元，借钱的利息平均是 4.2%， 10年左右才还钱。那这代表什么呢？美国23年的时候，如果他想要跟全世界借钱呢，他要付多少利息呢？当时10年的美债利息是 5% 左右，而美国借钱给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呢，利息是 7% 左右。那么你去思考一下嘛，我今天借钱给美国，他印钱了就可以还钱给我了，所以我是不怕他还不起的，也不怕他破产了。但是美国这个全世界经济最好的国家，他去向全世界借钱的时候呢，他都要去付 5% 的利息，他的老百姓呢都要去付 7% 的利息。那么今天比美国经济差很多的非洲、中东、南美之类的，他们借钱的利息是不是怎么样都要比美国高了呢？因为他们比美国还不起钱的概率大很多嘛。但是今天中国借钱给这些国家的利息呢，只有 4.2%， 比美国还要低啊。也就是说，全世界借钱的成本呢都比美国低的时候，这几年美国升息推高的就不是全世界还钱的成本了，而是自己借钱的成本了。那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美元可以借给全世界呢？因为中国靠卖东西出口给美国，每年可以赚个1万多亿美元。所以虽然中国不能像美国一样去印美元，但他手上却有天量的美元，摇身一变就成为全世界的小债主了。但是有的人就会说中国借给全世界 4.2% 的利息也不低啊，那为什么全世界要跟中国借呢？各位，如果刚才你有认真听的话呢，美国升息的时候，全世界之所以还不起钱的核心原因呢，不在美国的利息变高而是让全世界还美元给美国的时候呢，才发现美元升值暴涨了 20% 借10亿不算利息都要多还2亿所以当有的国家还不起美元的时候呢，中国的利息 4.3% 虽然也不低了，但是中国却给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你10年之后才需要去还钱，而且还钱的话，你喜欢还美元就还美元，还人民币就还人民币，你如果没钱还了，你家做矿产的你就可以出口卖给我中国矿产，你家做粮食了就可以卖给我中国粮食，只要跟你还的钱价值是一样就 OK 了。所以这些国家呢就找了中国借钱周转了。对于中国来说呢，之前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美元资产嘛，而中国每年呢就赚走了这么多的美元，如果突然间有一天中国手上的美元也被冻结了，那不就白赚了吗？所以这几年中国就在卖美债，然后去买黄金嘛，但是黄金的数量是有限了，那怎么样才可以把自己手上的美元脱手，然后又可以保值增值呢？就是把美元借给需要周转的国家，赚他们的利息嘛。那这代表什么呢？政治外交什么的跟我赚钱无关的，我就不太感兴趣。但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只要中国可以一直去赚美元，手上有美元，那么美国资本家降息、升息、剪羊毛的这一套呢，就可能会失效。所以去年开始呢，美元就暴跌了，然后全世界的股市，甚至是暴跌了4年的港股和陆股都瞬间暴涨了。那是不是就代表了美国的资本家已经开始离开美国，抄底全世界资产了呢？因为虽然没有什么国家出现崩盘，但无数资产的价格呢也暴跌了很多了。而现在9月如果降息放水，是不是就代表这些资本家已经抄底成功了，准备把手上的资产价格推高了呢？这个世界是不是又会再一次惩罚存钱的人，
奖励投资的人呢？我上个月呢做了一场直播，很多人就说抢不到位置，看不了了。那我也没有重播嘛，无数人呢就讯息的轰炸我，所以呢我就重新的把当天的精华优化了之后呢，重新的制造了一个2025年投资改命培训营，让你知道怎么样可以大概率一买就涨，怎么样可以就算输多赢少，还可以让利润翻倍，最重要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交易越少赚的越多。那这些秘密呢，毫不夸张的讲，将会让你在一念之间知道投资原来玩的不是赌博，而是开赌场。也就是只要我们交易的次数越多，我们就一定会输少赢多的游戏。而这一次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也不会收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平台有限制，人数是有限的，所以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走进我们的投资改命培训营。当你没有办法报名的时候呢，就代表免费的名额已经抢完了。所以现在美国维持了这么高的利息都快3年了，也就是告诉全世界，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就躺着把钱存在我这里，我每年就会给你很高的利息，然后就给了3年，养了全世界资本家3年，巴菲特都卖光了可以卖的股票，躺在美国政府身上赚了几年的利息了。但是这样的高利息呢，还没有打爆中国，也没有让什么国家崩盘，但是美元跟美债却卖不出去，暴跌了。也因为这样，剪羊毛就走到了下半场了。虽然美联储可能要降息了，但并不是随便降了，依然想要先打爆中国。什么意思呢？美国这一次剪羊毛的目的呢，从来不是其他国家，而是中国啊。美元对人民币之前就暴涨了 16%， 也就是有无数人都在卖人民币，然后去买美元。为什么呢？我们前几年一打开电脑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不怎么好，比如说房地产崩盘了，股市也暴跌了。美国的资本家呢就喊着 ABC Anywhere but China， 就是什么地方的资产我都可以投，就不投你中国。所以无数的外资呢前几年都要说要撤离中国了，而且你去买中国的债券只有不到 2% 的利息，但是你去买美债呢就有 5% 以上的利息，这中间差了 3%， 所以很多的钱就流出了中国，到美国去赚高利息了。我之前看到了一个中国的教授去演讲嘛，他说其实有3万多亿美元流出了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手上的美元其实也在减少，但他却去借钱给需要周转的国家。那么有的人就会说，人民币贬值对中国不是好事吗？中国卖出去美国的什么衣服啊、袜子啊、玩具啊什么的，不就更便宜，卖得更好吗？对啊，便宜的东西可以卖得更好，但贵的东西就要亏钱了。美元升值了，那中国去买美国的东西是不是就变贵了？所以那些石油啊、天然气啊、晶片什么的，这些成本是不是就变贵了？所以中国想要去发展电动车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它的成本是不是就变高了？然后就需要政府去补贴了，也就是再进一步的消耗中国手上的钱了。然后呢，现在还搞了一个关税，你中国不是每年赚很多美元吗？然后你把美元借给了其他国家周转吗？那如果可以让你中国赚不到美元了呢？你中国想要卖东西给我美国赚我美元，对吧？那就先交 50% 的关税。如果你去转口了你先把你的工厂或者是其他产品先搬到其他国家，然后再转卖给我美国来逃税的话，那我就给全世界都交关税，只要谁赚我的美元越多，我就给谁加越高的关税，让你赚不到钱，对吧？那么当你中国手上没有美元了，你还有美元借给其他国家去周转吗？当其他国家缺美元了，他们还是要回来求我美国，还是要贱卖资产给我美国资本家了。所以关税呢，其实就等同于升息，目的呢就是让全世界进一步的缺乏美元。那这是第一步啊。简单来说，就是用关税来顶替高利息，这样美国呢就可以降息了，然后就可以继续的消耗中国手上的美元了。然后第二步就是继续的把钱阻止流进去中国。各位，降息呢就会让美元贬值，美国的钱呢就会流出去全世界。所以美国现在准备降息，那是不是代表他已经默许了这件事发生呢？去年美联储降息之后马上就不降了，为什么？除了美债美元没有人买之外，最重要的是无数的美元都流进去港股跟陆股了，什么高盛啊、摩根啊、花旗啊，全部都在说要 all in China。 我们自己去年布局的港股小米呢就翻了3倍，那这些布局呢都可以看1年多前的影片。
所以呢，如果这一次降息了，美元又有可能跟像去年一样流到中国了。也因为这样，你会发现现在的美国就在逼日本升息了。因为如果美国降息了，而日本升息的话，那么无数的美元就被赶过去日本，而不是中国。也就是说，美国宁愿把钱赶过去日本，也要阻止钱流到中国。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日债被做空了，利息变高了，日本的通胀呢也变高了，就是要逼日本去升息嘛。那这些可以看之前的影片。所以1972年的时候呢，美国就访问中国，然后中国呢就改革开放。简单来说呢，就是开放市场，让欧美的资本进去中国投资。而现在就算前几年中国的经济不太好，中国很多的资产很便宜，但美国资本家呢依然没有办法进入中国抄底。为什么？因为中国就开始限制了外资进出了。那最近的美国呢又要说要访问中国了，那是不是也是想要希望中国开放市场呢？但不管结果如何，当美国一宣布降息之后呢，陆股跟港股还是暴涨了。而重中之重就来了，今天不是说美联储降息资产就会暴涨啊，你要去看它会怎么降，就两种可能嘛。到底是像以前这么多年一样快速的把利息降下去呢，还是它一点一点的慢慢降呢？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如果美联储快速的降息的话，就会直接让美元资产崩盘啊。这几年美国维持着高利息，就吸引了全世界无数的钱嘛，有欧洲的，有中国的，而更多的是日本的。无数人在日本借钱，然后投资美国的，因为日本当时的利息是接近于零，日元还是在贬值了，所以这些人还钱的时候呢，反而还的钱变少了，这就叫做 carry trade。只要美国跟日本之间它的利息差足够的大，然后日元的汇率相对美元是贬值的或者是稳定的，那 carry trade 就很赚钱了。但是如果美国瞬间的把利息降到零，这样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利息差呢就会减少，同时日元反而就会对美元升值了，那这些玩 carry trade 的人就会爆仓了。也就是说，美联储它快速的去降息呢，对于做那些套利交易的人来说，就是一场血腥的屠杀，然后就会引发前几次美股闪崩的股灾了，美元呢也会瞬间下地狱了。但是这个时候美联储就可以快速的印钱，然后以接近于零的利息把钱借给美国政府，这样美债呢就会有人去兜底，就不会跌下去了。同时也可以借给美国的资本家，让他们去抄底股市，把股市的资产呢重新转移到美国资本家的手上。而如果美联储它选择慢慢的去降息呢，之前美国高利息吸引进来的钱就不会一瞬间的跑走了嘛，这样美国的股市和资产呢就不会闪崩了，而且反而呢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钱过来投资去炒美股。因为美国的企业借钱的成本变便宜了，所以利润就变高了嘛，财报就好看了嘛。但问题就来了，去年也是慢慢降息了，降一次就等了1年，然后美债跟美元就暴跌了。为什么？因为利息呢只有高利息跟低利息，就算你降息了，但你降得慢，那么利息呢依然还是会很高的。简单来说呢，美国借钱最理想的利息是没有利息了。如果降息你降得慢，像去年一样从 5% 降到 4.5%， 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利息降到0，美联储才可以去扩表印钱，然后兜底美债，让美国政府从现在的高息债变成低息债。所以如果美联储它慢慢的去降息，就不能印钱兜底美债了，那么美债还是会像现在这样一直没有人去买，美元呢也会跌得更厉害。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无论美联储降息是快还是慢，只要它降息了，美元就会继续的跌。这时候避险资产，比如说我去年开始布局了黄金、日元，还有今年开始布局了白银了，这样可能再一次进入到牛市，那么距离降息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最新的布局，或者学会我投资的逻辑方法还有思路，然后一转身为你自己所用的话，那么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连接走进我们今年最新的投资改命培训营了。那这里呢有件事情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因为骗子太多了，假冒我的人太多了，我旧的 IG 呢居然被 Meta 误封了。所以请大家如果想要收到我最新的资讯，马上 follow 我的新 IG 账号 90s_SDS。 我呢是没有其他备份的账号了，那其他人呢都是骗子，你不要被骗啊。而你会发现最近巴菲特出手了，他开始买入股票了，那是不是说现在就是最好的进场时机呢？
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哦。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